中方严厉反制之下，美国终于感受到了痛啊！拜登亲自出面给中美关系降温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赵太阳观察室。近段时间，中美两国之间的气球纷争不断发酵。美方先是在短时间内4度派出军机击落高空的飞行物，事后又在国际上不断炒作所谓的中国威胁论。之后呢，更是因为这个子虚乌有的气球事件，把中国6家实体企业拉入了贸易黑名单。这明显就是赤裸裸的挑衅。而气球事件发生到现在呢，早已成为了美国搞政治博弈的手段。此事的前因后果，我们已经10多次说过，但美方依然是我行我素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也必须反击。根据消息报道显示，我国商务部已经宣布了将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2家美国公司列入到不可靠的实体清单，并且处以罚款。中国规定，美国这2家公司必须在15天内交付罚款，否则将采取追加处罚等措施。需要提出的是，这2家公司是美国大名鼎鼎的军火制造商，不仅在俄乌冲突中大发战争财，还向我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装备，所以中方对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的制裁完全是有理有据的。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在中方制裁2家美国企业后，不到24小时，美国总统拜登就亲自出面给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降温。拜登公开表示，美方仍重视与中国持续接触，寻求竞争而非冲突的立场。美国不寻求新冷战，会负责任地管理中美竞争，以免演变成冲突。而此外，拜登还强调，希望能与中方通话，以查清事实的真相。所以由此可见，中方这次严厉的反制真的是戳中了美国的软肋。如今我国立场已经非常明确，我们保留采取必要的对等反制措施的选择。虽然美方现在是开始清醒了，认为此事没必要继续升温，以免导致中美互信进一步受损，但是恐怕已经为时已晚。毕竟这段时间呢，美方的所作所为我们都看在眼里，这也是最好的试金石。而且之前拜登政府释放的示好信号也根本没有多少诚意，所以我们也没有必要再抱有幻想。当然，我们也不是不给机会，如果美方真的想要沟通，最好先反思自身的错误言行，考虑该怎样修复中美之间的沟通氛围，回应我国合理安全关切，这才是可行之计。否则拜登政府继续搞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的做法，除了浪费彼此的时间根本就没有任何作用。如今的正义在我们手中，主导权也在我们手中。现在的中美之间是美方离不开中国，我们有的是耐心等待美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但如果美方还要走一条路到黑，那么我们除了制裁雷神和洛克希德马丁这样的美国军工企业之外，还有很多的牌可以打出来。比如中国在稀土原料与提炼方面掌握着绝对的优势，在新能源太阳能设备以及锂电池方面，我们也具备一定的垄断地位。总之，我们不会畏惧霸权挑衅，所以奉劝美国不要一错再错，否则中方完全可以在关键领域进行反制，而到那个时候，美国人恐怕就会感受到真正的痛了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，欢迎点赞、转发，留下您的精彩评论。